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。这是一个真实事情，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学校举办一个什么活动，然后可口可乐是那个活动的赞助商。在活动开始之前，有讲竞答这个环节，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罐可口可乐，那种易拉罐可口可乐的容量是多少？答案是355毫升。我当时我觉得相当的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零的数字出现在可乐包装上？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整数？为什么不是250毫升、500毫升这样一个比较整的数字？后来直到我到了美国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一罐可乐的体积，如果你换成英制的话，恰好就是12盎司。我们来看这两套工具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黑的是公制的，而这个黄的是英制。来看公制的这个就是432.52，大概就指的它的直径是毫米。而这个呢，32/5、64/9、1/8，这些指的是什么？英寸，就是32/5英寸、64/9英寸。所以就要展开我们今天的话题，我们为什么需要两套工具？因为美国人到现在还在使用英制。关于体积，我们先来看这个量杯。比如说英制体积的基本单位是，这样说是以杯吧，它叫 cup， 就是杯。我记得以前出国之前，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个说法，让你每天要喝8杯水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到底是多大一杯啊？这8杯水，大杯和小杯，你拿酒杯喝和拿茶杯喝，这完全两个不同的容量啊。后来到美国我才知道，原来杯是一个标准单位。看这里，也就是你看到吗？上面写的刻度 1 cup、2 cups。一杯的体积相当于公制的248毫升，看是非常零的一个数字。然后 2 cups 2杯呢，就是 1 pint， 这个中文翻译作品托，比杯小的容量单位呢就是盎司。8盎司组成一杯。然后16盎司就是一品托，而且盎司这里啊，如果注意看这上面写的 FL 就是 fluid 啊，就是液体盎司，因为液体盎司才是用来表示体积的。同样对应的还有一个就是表示重量的盎司，表示重量的1盎司等于28克，那个它上面就不会写 FL 这个 fluid 这个词。很混乱吧？比盎司再小的单位呢，叫做 teaspoon， 还有 tablespoon。这个最大的它叫 tablespoon， 这个第二大的呢叫做 teaspoon。3个 teaspoon 等于1个 tablespoon， 然后2个 tablespoon 的容量等于1盎司，1个液体盎司的体积。这是一瓶儿科的药，就是它肯定是就是糖浆之类的，是液体的。这边它会有一半的公制。再来看这里 ，1 teaspoon、2 teaspoon、3 teaspoon。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是在美国生活的话，对于我们这些的外国人，起初是觉得非常让人困惑的。他为什么不用公制？他要用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？然后这个呢，体积再大一点就是加仑。来看哦，这个牛奶就是1加仑，旁边那个小瓶的是半加仑。它们的乳制品消耗量很大，1加仑等于3.78升，所以买牛奶买这么大一桶的话，有7、8斤牛奶。还有什么是能拿加仑？不是汽油，汽油的价钱都是多少美元1加仑？然后家里的自来水，它会告诉你1000加仑是多少钱，都是以加仑为单位来定价的。温度，
现在来看温度，比如说我们家的烤箱，我把它打开，默认这里350度，350度不是摄氏度，而是华氏度。像摄氏度，我觉得就是特别清晰明了的一个温度，比如冰点是0度，水的沸点是100度，然后中间再平均分割成100份。华氏和摄氏之间怎么换算？华氏32度等于摄氏0度。然后每1摄氏度等于1.8华氏度，看这有多复杂。那如果去医院的话，量的体温，医生给你全部都华氏度，或者是你如果查看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给出的温度也是，比如最高温度华氏90度，最低温度华氏50度。同样还有问题就是，比如说长度，我在去考驾照的时候，人家问我身高多少，我说我1米多高，然后呢，人家就问我，他就说你要换成英制，我说我都不知道是这个米公制怎么换成英制，然后他让我现场站到一边去，自己去慢慢换算，就要换成多少英尺，多少英寸。官方使用英制的国家只有3个，除了美国之外，另外2个国家是缅甸还有利比里亚。我估计多数人都没有办法马上在地图上准确的找到这另外2个国家。我不知道美国人用英制有什么不方便，但是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来讲，英制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讨厌的体系。而且为什么美国到现在他还不改使用公制？因为据我所知，英国已经放弃英制，使用公制，至少官方是这样的，也许民间还会习惯于使用英制。美国到现在他还要坚持使用英制，除了作为一个经济大国、经济强国的傲慢之外，我想不出来其他任何理由来坚持这样一套让人非常不方便的系统。